分岔路抉择的两端，难选择不知怎么办，轻易之间让心为难。一念之差，一心之间，人生路有不测变幻，黑白间的隔墙，要如何判断？一念之差，一心之间，对与错无绝对答案，尽快走出灰色阴暗，重新再活一段。拒绝占有我的迷幻，捍卫着心中不变的答案。别为了那欲望掉入了深渊黑暗，要感受心中那股炽热力量。我不断反复的想燃起心中太阳，朝着光一定不会迷惘，驱散心里的黑暗，举起不屈的能量。无论何时坚信着遗忘的信仰。陈彦俊，不要乱来，不要伤害无辜。无辜？那我爸妈不是死得更无辜？你投降吧，不要让谢剑生。你继续讲吧，蓝天，我的子弹会找到你的。叫救护车，照顾伤者。没事的，救护车很快就到。陈彦君，你对我做什么？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陈彦君，陈彦君！你没事吧？录完口供后，
就一直见你心神不定，是不是还在为陈彦君的下场感到难过？这一切都是他一手造成的，他必须为他自己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好了，整个案件都告一段落，你也不要想这么多了，嗯？快点洗澡，我去弄点东西给你吃，洗完澡就可以吃了啊。蓝天，我昏迷的时候，陈彦君他。陈彦君他怎么了？我怕他会杀死我，那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别再为他的事伤神了。走吧，来，快点去洗澡，我弄些好吃的给你吃。嗯。DNA 检验报告出来了，证实你和杨红熙是父女关系，所以从警察署不会提供你。那红熙一样也会没事吗？他还在协助我们调查，由于他的态度很不合作，所以我们需要扣留他一段时间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的吗？现在只有他自己能帮自己。我也希望能够帮你和你女儿和解，但是一直想不到方法。顺其自然吧，你费心了。海德。什么？
根据我们从九郎的电脑记录里收到的一份客户名单，有13个男人曾经和你进行过性交易。请问这个数字是不是正确的？谁会记得啊？请你看看，这个男人是不是你其中的一个客户？我是叫你看照片，不是看我。你比较帅，我喜欢看你，怎么了？我犯法了吗？请你认真一点好不好？这个，师傅，来找老公啊？听说他在录口供，所以过来看看。这个呢？看来他不想合作是。很关键的。是啊，偏偏我们又需要他的供词，才能指控那些嫖客。我是真的不认得他们嘛。那他呢？他跟我有性交易，其他的人都没有。我们已经做过 DNA 检验，证实你和他是父女关系，所以我们警方不会提供你爸爸。你们警察为什么一定要帮这个坏人呢？我们警察是讲究证据的。你为什么这么痛恨你爸爸？我爸爸早就死了。这个什么？你看看这个。恭喜！我知道你现在很恨我，恨我为什么那么多年来都没有去找你，害你吃尽了苦头，受尽了委屈。我不是不想去找你呀，其实这么多年来，我心里最牵挂、最放心不下的，就是你。当我知道你妈病重的时候，我也刚巧意外受了重伤，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不能走动。过后还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所以你妈去世的时候，我是没能及时去找你。后来我跟朋友借了一笔钱，买了机票，飞过去泰国找你。可惜你已经搬走了，邻居们都不知道你搬去哪里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，我还到处托人家帮我打听你的下落，时不时我还会跑去你们之前住的地方看一看，心里总是抱着一线希望。红喜，我真的很想你。红喜，你还记不记得10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你，送了什么给你吗？没事啊，没事啊，红喜没事，红喜不哭，红喜不哭啊，红喜没事，没事，爸爸答应你，给你买一个一模一样的，啊，不哭，乖，红喜不哭。
看，这个跟你当年摔坏的音乐盒是不是一模一样啊？我答应过，一定要再买一个给你。所以回到新加坡的时候，我就立刻跑去买个新的。怎么知道，新的音乐盒还没交到你手上，就发生很多事情，也跟你失去了联络。这个音乐盒，我一直守着，一直到现在，不知不觉就10年了。这10年，我每次去泰国找你的时候，都会把这音乐盒带在身边，希望能把它交给你。可惜每次的希望都落空。宝贝啊，爸爸爱你。爸爸希望你愿意收下这个迟了10年的礼物。他这么做是不符合程序，不过也情有可原吧。你看这女孩子被感动了啊！我们可以继续问话了吗？这个男人是不是跟你有过性交易？那这个呢？你看他开始合作了，色的方法真的是蛮奏效的啊。Sir， Ma'am 到很久了。你去忙你的吧。Yes, sir。Ma'am， 你什么时候到的？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？什么事啊？你还不知道你做错什么吗？你是指杨洪熙的事？你这么做是不符合程序的。我知道。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这样做？我是希望能说服洪熙，帮助警方认出嫖娼妓的男人，将他们绳之以法。不是为了帮朋友。钟正不仅是朋友，我们更像是兄弟。你怎么可能为了兄弟做出职权以外不容许的事？我是想帮助他们父女和解。就算洪熙被遣送回泰国，钟正还是可以去找他，跟他解释清楚，到时他们就可以和解了。那你根本没有必要做出违反程序的事。虽然是违反了程序，但我并没有违反道德。不要这样子。你先听我爸爸说完。要是洪熙回去了泰国，为了避开他爸爸，又不知道他搬了去哪里，这么一来，他们父女恐怕这辈子都很难和解了。所以和解的事情是宜早不宜迟的。你也不希望看见他们父女这一辈子都像仇人吧？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。我知道了，不会再有第二次。嗯？啊，不行，我不能答应你。不能答应我？我突然间想到，要是将来出了麻烦的人是你，我照样还是会这么做的，所以我不能答应你。我还是要你公事公办呐。好了，我会很努力，尽全力达到 Ma'am 的要求的，可以了吧？可以啦。好了，我们不谈公事了。诊所那里打给我，说我们之前做的体验报告出来了，要我明天下午去拿。要是我有不孕的问题怎么办？不会的，我们不会有问题的。嗯。
生，是不是我的身体有问题啊？你的身体很健康，没有不孕的问题。不过，魏先生就比较难生育。医生，怎么可能？我和前妻曾经有过孩子的。你是不是得过腮腺炎？有啊，大概是在26岁时得过。有问题吗？腮腺炎病毒会使睾丸组织萎缩，特别是会使专门制造精子的经期血管结构遭到破坏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的生育能力遭到破坏？腮腺炎的其中一个后遗症就是会影响到男性的生育能力。医生又没说完全没希望，我们还是可以努力的。我们还不够努力吗？不然就尝试人工受孕吧。人工受孕对女人很不容易的。我不怕。我知道你不怕辛苦，可是也不是每个人能够成功受孕的。不尝试怎么知道？我有一个朋友，结婚了10多年都没有生育，就去做人工受孕，试了好多年，他太太受尽了煎熬，可是到现在还是不成功。你是担心我在肉体上得忍受痛苦，在精神上也得忍受煎熬，对吗？如果到最后真的没有办法，我们还是可以领养孩子的。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生一个我们2个的爱情结晶比较好。蓝天，不要这么固执吧。好了，还是顺其自然吧。啊，来。进来。Ma'am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别担心，坐吧。对不起，都怪我太冲动、太鲁莽，没听你的指示才会闯祸。进行任务的时候忘记跟同事配合，是好多新人会犯的错误。我当年也不例外啊，是经过好多同事的提醒才纠正过来的。可是我还是觉得你比我冷静多了。你也做得到的，不过要先改掉冲动的毛病。我一定会改掉的。我害你生命受到威胁，你都不怪我吗？当下我的确有怪你的念头，不过后来想想，我是你上司，下属出错是上司没教好，我得扛起责任，所以不再怪你了。要当领导真的很不容易，我很佩服你。不用佩服，你以后一定做得到的。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辞职信。你要辞职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我不适合留在警队里。你刚刚答应我不要冲动，现在又冲动的想辞职。我没有冲动，我已经想清楚了。虽然我答应你以后不再冲动，可是要改掉这习惯，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大家在前线冲锋陷阵抓歹徒，我却在后面扯你们的后腿。如果我不走的话，我不知道还会连累多少同事。经一事长一智，我相信经过这件事后，你应付危机的能力加强了，所以收下吧。我已经决定了。那我收下。谢谢。我会暂时扣住，不交上去，等你考虑清楚再告诉我。
那臭女人到底把钱藏在哪里啊？这一次要搏，全部要。 Sir, that one my money. 哎，什么你的 money？This is my money， 在我家找到的，我的 money。Sir, give me back my money. That one my money. 什么 you bag？ back，拿，这个 bag 拿去了，够大吧？好看啊 ，bag。What sir？ I call mom. 你整天忙，吃了这样胖来吗？一天吃5、6餐还不够啊？忙吃大便啊你！去啊，去 call 啊 call。 Sir, my phone spoiled already. Sir, you pay me back my phone. 看我不教训你。 Sir, you pay me back my phone. 背，你再呱呱叫，我就把你舌头割下来啊！你不相信啊？不相信啊？你saya angkat barang potong satu-satu kecil-kecil, nanti buang lu tahu? Ah, takut? Sorry. Sorry 啊 ，Sir。阿翔，先生，你乱过马路，我需要你的资料，请把你的身份证给我。先生，我可是你老爸。乱过马路不但自己有危险，也会影响其他公路使用者的安全。先生，请合作。啊，当警察了不起了，连自己的爸爸也要抓。哼，人家说啊，生一块叉叉好过生一个不孝子。这句话说得太好了，拿去了。每天一大堆人乱过马路，你不要去抓，我被人家追杀，你就来抓我。这是 law 法律，不管是谁乱过马路就应该被抓。当警察了不起咯，什么都讲 law 咯，没有爸爸咯，厉害，有前途 ，good。谢谢你的赞美。这个社会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，才会让我们警察忙得不可开交。你拿我们纳税人的钱呢？你想空闲？啊，没关系啦，第一次被抓，最多还不是罚20块而已。这20块啊，就当着请你们警察喝咖啡。我们会把罚单邮寄给你。警察大人，我先跟你讲哦，我是没有钱交罚款的。没有钱可以选择坐牢。坐牢好啊！我很多朋友在里面。吃啊、住啊、睡啊都不用钱，我等你啊，不孝子！啊，我已经在德士上了，很快就到规划学校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作业簿交到他手上的。啊 ，OK 啦，拜拜。哎，你怎么开车的？撞坏我的摩托车，我要你赔啊！是你突然间停车的，撞到前面的车，就是你不对，你赔不赔啊？明明是你割车进来，突然间刹车。哦，那你是不要赔了？喂，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我亲眼看见是你突然停车的 ，OK？ 安哥，我做你证人。OK。哎，这不关你的事啊，你闭嘴。
什么？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你想要趁机敲诈昂哥。你不要乱讲话啊！你到底赔不赔？我不赔，我要告你勒索敲诈，你是个路霸。哼，不用怕他的哦。发生什么事？嘿，是你啊！什么事啊？你来的正好，你来评评理啊！他没有开快车，他呢从这条链突然间割到德胜的面前，又突然间停车，害到他来不及刹车啊，害到德士安哥撞到他的屁股。可是你看，他的屁股根本就没有受伤啊，而且啊明明是他的错，他却还要他赔他钱呐。你可不可以说得慢一点、清楚一点？哎呀，总之呢就是他的错啦，他要德士安哥赔钱啊，根本就是在打劫。你说什么啊？谁打劫了？你不要胡说八道啊！阿 Sir， 我明明打了讯号灯才割过来的，但他却不要让路，还这样的冲了过来。哇，你要不要脸的？你睁眼说瞎话！死伤疤你够了哈！怎样？我就是看不过眼，你欺负人，怎么样？王八蛋，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打女人，跟你讲。来了来了，我怎样？我怕你呀！好了，不要吵，一个一个说。哦，你袭警。Sorry。嘿，下班啦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刚做完笔录，就顺便等你下班呢。等我干嘛？哎，我们是老同学、老朋友，这么久没见面了，再加上啊，你又为了我被那个路霸打到，我怎么说也应该要请你吃顿饭呐。不用了，离我远一点，看到你是倒霉。干嘛不用？不用就是不给我面子啊！干嘛？是你说要给你面子的，不带这个怎么坐我的摩托拜？OK。哎，为什么没有看到你来我们家吃饭啊？你是不是嫌我们家的饭不够香？我又不是要饭的，干嘛要去你们家讨饭吃啊？什么讨饭啦？这样怎么讲的是一家人吗？吃啊，这么多废话。哎，你记得啊，我们班那个女同学知琼吗？你是说那个吃穷啊？干嘛？痛啊？活该啊！你乱给人家取外号。我有说通没？你提她干嘛？我听说啊，她最近嫁给个中国富二代，好像嫁得很风光哎。你也可以找一个人嫁了算啦。那还不简单啊？只要本小姐一开口吧，满街都是追求者。只不过是最近我没有时间吗？不过啊，想起来啊，中学时候的生活还蛮开心的。想当年啊，我还是学校里的校花呢。校花？是笑话吧？校庆的时候走猫步，走到整个人趴到地上都有。那陈年往事拿出来讲，笑死人了。不知道我们的同学现在怎么样了哦？改天办个同学会哦。好啊，我们就来一个吃榴莲大会。不知道明叔喜欢吃哪一种榴莲哦？他要吃榴莲，不会自己买。哎呦，我出钱又不是你出钱，干嘛这种反应啊？如果你嫌钱多就给我，不要浪费在那个人身上。他怎么说也是你爸爸啊。我只有妈妈，我是我妈妈抚养长大的。哎呦，别这样啦！明叔跟我阿姨在一起这么久，我看得出来他不是个坏人。好赌、好吃懒做、爱吹牛、不负责任、不顾家，这样还不够烂？他也常常说你是个不孝子啊。不过我看得出来，他其实是很在乎你的。你们什么时候要和解？我说了，我只有妈妈一个亲人。如果你缺乏父爱，就去找他认爸爸了。哎，乱讲话！你呀，你的脾气就跟榴莲一样啊，又臭又硬啊，说什么都听不进去。
你才像榴莲壳啊，又粗野又多刺，难怪没人要。嘿，最近警署接到几个雇主的报案，指他们的女佣偷取家里的财物，结果查到，原来他们这么做是要清还贷款。警署方面怀疑有个非法放贷集团在幕后操作，所以把这个案件交给我们。调查发现，跟这些借高利贷女佣接触、负责交易的，另外还有4名女佣。Ariza、Dora、Fatima， 还有 Rose。根据这4名女佣的口供，负责跟他们接洽的，另外还有一名叫做瓦蒂。不管谁要借钱或还钱，都要经过他。瓦蒂同样也是个女佣。现在的女佣真的是不简单啊，除了放贷，还搞集团。这4名女佣不知道瓦蒂的全名，也没有人有她的照片，所以只能凭他们的记忆做出拼图。也就是说，瓦蒂很可能就是这个非法放贷集团的头子。这次所涉及的款项相当庞大，瓦蒂是个女佣，应该没有这方面的资金，所以相信瓦蒂背后一定有个幕后老板。由于借贷都是以现款交易，没有银行转账记录，所以根本没有线索能够查到真正的幕后老板是谁。是，你说他的幕后老板会不会是瓦蒂的雇主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。对了，瓦蒂的电话号码你查到什么吗？我打了几次电话给他都打不通。后来我查到瓦蒂的手机号码是由一名中国外劳叫吴俊的人注册的。不过他在半年前已经离开了新加坡。我们可以请情报局的同事帮忙查一查，吴军的电话是卖给了谁？也许有更多的线索。根据这4个女佣的口供，她们通常会在周末到植物园去与瓦蒂会面，所以我们会往这个方向把瓦蒂给找出来。Yes, sir. 在植物园问了那么多人，我原本以为一点收获都没有，还好有人认得出瓦蒂啊。女佣介绍所给了瓦蒂的资料，说他工作的住家就在这里。你们找谁？我是专门罪案处理处的魏蓝天。请问苏拉瓦蒂是不是你家的女佣？瓦蒂，他家我没做，一早就跑出去了，到现在没回来，不懂死到哪里去。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吗？他涉嫌非法放贷，你是不是知道？非法放贷？你是说他做大龙？是的。这个死瓦蒂，在我背后做这种事情。Sir， 我是个奉公守法的人，我每个星期都让他放假。他在外面做什么，我从不过问。不过我知道了。你想到了什么？我怀疑瓦蒂一定是受到外面认识的人指使，才会做大耳窿的。那你是不是知道他有什么朋友，在本地跟什么人来往？他有什么朋友跟谁来往，我不清楚哦。不过他有个 boyfriend。她男朋友是什么人？做些什么的？我不知道啊，不懂他是谁。不过他把瓦蒂的肚子搞大了，我已经打算把他送回国喽。我们要搜查瓦蒂的房间。我儿子睡上面，瓦蒂睡下面。
他就是瓦迪。是啊。我儿子跟他老爸。这水壶是谁的？我儿子的。蜘蛛画的不错。是他老爸画的。里面有什么东西是瓦迪的？那黑色的包包。这个吗？是的。好像是账簿。发生什么事啊？有人报警，说楼上发现一滩血迹。我们下去看看。好。从手印的大小来看，应该是个女的。我们下去看看。你们看，这里也有血迹。我们下去看看。哦。我站在分岔路抉择的两端，难选择不知怎么办，轻易之间让心为难。一念之差，一心之间，人生路有不测变幻，黑白间的隔墙，要如何判断？一念之差，一心之间。对与错无绝对答案，尽快走出灰色阴暗，重新再活一段。